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新来的实习生总是为公司着想，为省成本，他私自把我要送客户的万元茶饼换成拼西西酒包邮的假货。为了节约用电，在我们加班赶进度时关闭电闸，还向老板提议国庆节不放假。实习生一脸的义正言辞，公司不养闲人。我认为国庆期间是冲业绩最好的时间，我提议所有人无偿加班，为公司无私奉献。底下员工怨声载道，我替大家发声，反驳他的建议，他却当众指责我中饱私囊，建议老板辞退我。奇葩的是，老板竟然同意了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公司离了我怎么运转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总，你们公司送不起礼品就别送，害我丢人，咱们以后的合作取消。听着电话那头怒不可遏的声音，我有些愣住，不明所以，还是好声好气地陪着笑脸。别呀，刘总，是礼品出了什么问题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肯定是底下人搞错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礼品我重新给您准备双份。咱都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对面还在气头上，直接抬高音量打断了我。周总，你明明跟我说的是正宗的老班章普洱，我送给投资方的，结果被人家当场指出这是假的，投资也泡汤了。我问问你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？我这损失谁来赔？我只好一个劲的道歉，并且承诺以后让出2个利润点，这才堪堪挽留住客户。周总，客户把礼品退回来了，还说以后都不和咱们公司合作了。小美捧着礼盒都快哭出来了，我打开礼盒一看，差点没被气死。我怒气冲冲地来到行政办公室，直接把礼盒重重甩在秘书王曼欣的桌上，大声质问他礼品是怎么回事。没想到他却恶人先告状，双手叉着腰朝我吼道：周副总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拿公司的钱不当钱是吧？一个破茶叶饼就要1万多，是金子做的吗？那么多客户哪能送得起啊？这是我在网上买的，酒一个还包邮，我看跟你说的那个什么茶叶一模一样的，送客户也看不出来。我为公司一下子节省了几十万啊！真不知道你们之前是怎么浪费公司经费的。他骄傲地昂起头颅，满脸都是邀功。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无语，那些都是咱们公司的重要客户，是真是假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，你送人家假的，人家以后还怎么跟我们合作？人家凭什么把项目交给我们公司来做？我被他气急了，忍无可忍地朝他吼道。王曼欣被我说的一愣，无辜地眨巴着双眼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：那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啊，不都是茶叶吗？我看着都是一样的。说完他就开始扁着嘴哭，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好像我欺负他了一样。行了，周韵，别再说他了，曼欣又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是好心办了坏事。总经理江一鸣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，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，眼神却是飘向王曼欣。我竟然在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丝心疼。江总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为公司节省成本。王曼欣原本蓄满泪水的眼睛轻轻一眨，一滴泪恰到好处地完美滴落在总经理面前。江一鸣语气不自觉地放软：好了，曼欣，我知道你是为公司好。原本正在哭泣的女孩瞬间破涕为笑，随即她话锋一转：不过我觉得送那么贵的礼实在是没必要，大家都是冲着我们公司的实力和口碑来的，
周副总能够谈成项目，那也是因为背靠公司。正是因为咱们公司提供这么好的平台，客户才会选择我们，跟送不送礼关系不大。江一鸣听了他的话，若有所思，显然是觉得有道理。公司有实力，有口碑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只知道所有客户都是我一个一个去拜访的，所有项目都是我靠着人脉去谈成的。江一鸣抿唇看着我，一言不发，眼神里有着深深的探究。看着眼前男人的态度，让我心中发冷。忘了说，江一鸣是我相爱5年的男朋友。诺信公司是我和江一鸣共同创办的，是我陪着他从创业初期只有几个人的小工作室，一步一步成长为现在的科技新贵。王曼欣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本来以他的简历是进不了我们公司的，但是他在电梯间跌跌撞撞地拦住了总经理江一鸣，当场声泪俱下的来了一场演讲，主要是讲自己多么不容易，家是农村的，上有父母要养，下面还有个弟弟。江总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。王曼欣90度鞠躬，眼泪砸向地板，摔成8瓣。整个过程说实话有些尴尬，没想到江一鸣竟然被感动了，当场破格录取了王曼欣。他成为了江一鸣的秘书。进入公司之后，一开始王曼欣倒是勤奋好学，大家知道他出身贫困，对他也比较照顾。但是几天之后，大家都对他的行为有些无语，因为他总是没苦硬吃。公司的茶水间提供咖啡、小蛋糕、零食之类的，同时告诉王曼欣这些都是公司免费提供的，可以随便吃。可他却摇摇头，义正言辞地说道：“我不能占公司的便宜，公司的钱也不是随便浪费的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同事们都有些尴尬。小美手中的小蛋糕顿时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江一鸣打着圆场说道：“大家都要向曼欣学习这种节俭、为公司着想的美好品质。”自此之后，王曼欣像是得到了某种支持，处处打着为公司着想的旗号，做出些恶心人的举动。他看到有个女同事订外卖，就一直对人家说教：“女孩子怎么能吃这么贵的外卖呢？是不是公司给你开的工资太高了？我建议江总给你降薪。我体谅大家加班辛苦，自掏腰包请大家喝奶茶。”王曼欣却开口指责我：“加班本来就是每个员工的义务，没什么辛苦的，而且女孩子要勤俭持家。周副总，你这样随意挥霍江总的钱不好吧？”我不止一次地跟江一鸣吐槽，谁知他却哈哈一笑，维护王曼欣，说他只是为公司着想罢了。我看他不是为公司着想，他是把自己带入老板娘了吧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江一鸣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王曼欣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可能是同样的出身，让江一鸣和他有了某种共鸣，惺惺相惜。节前几天，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国庆去哪玩。我还有几天年假，打算跟国庆节一起休了，去国外看我男朋友。小美笑得一脸甜蜜，她和男朋友俩人异国恋谈得很辛苦，好不容易见一面。我爸妈特意从老家来看我，我打算带他们在京市附近好好玩玩。我带着老婆孩子去迪士尼玩，早都答应我儿子了，这小家伙天天期盼着呢。大家都叽叽喳喳地讨论着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可偏偏有人煞风景。王曼欣板着脸白了大家一眼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公司不养闲人。我认为国庆期间是冲业绩最好的时间。我提议所有人无偿加班，为公司无私奉献。”王曼欣的话一出口，
整个办公室顿时安静了2秒。之后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对他：凭什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加班就加班啊！就是，你想加班你自己加，别扯上我们，真当自己是老板娘了。周总还在这坐着呢，你算哪根葱啊？王曼欣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义正言辞地开口：我这也是为公司着想，你们太不懂得感恩了。公司培养你们容易吗？一个个的只贪图自己享乐。我忍无可忍，站起身来，走到他面前，毫不客气地开口：王曼欣，我希望你搞清楚，你只是一个实习生，没资格管员工加不加班，做好你自己的工作。他还有些不服气，我这都是为了公司着想，强忍着一巴掌呼死他的冲动。我连忙安抚好大家，承诺正常放假后，这件事情才不了了之。没想到刚消停了2天，王曼欣又开始作妖了。为了不影响国庆节正常放假，整个团队正在加班赶进度，眼看着就要完成了，突然断电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我的方案啊，还没保存呢，快检查一下电闸。办公室彻底乱成一锅粥了。王曼欣却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大家：公司的电费不要钱吗？别老是想着占公司便宜，本来自己的工作没完成就是能力不行，谁叫你们不回家去办公的呢？在办公室用公司的电，我就有权利断电。哼，就该治治你们这些臭毛病，又是空调，又是电脑，还有给手机充电的，知不知道商业用电很贵的？我忍无可忍，拍案而起，指着他的鼻子怒骂道：王曼欣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公司不差这点电费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断电，我们这些天加班加点所做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。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呀？真不知道公司招你是来干嘛的，你赶紧给我滚蛋！其他同事也全都没好气地说：搞什么呀？真服了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王曼欣梗着脖子喊道：我是江总亲自任命的，你没资格开除我。余光见到江一鸣过来，他立马换上一副委屈的嘴脸：我只是不忍心看着大家浪费电，我知道我跟你们这些城里人比不了，我从小穷惯了，不像你们锦衣玉食的，你们生来就是享福的，不像我。他又开始卖惨了。江一鸣低声朝我说：曼欣她就是太节俭了，但那也是因为她家庭条件不好，你就体谅体谅她吧，这么多同事看着呢，别闹得太难看。听着他维护王曼欣的话，我的眼眸瞬间冷下来，真好笑，她的苦难又不是我造成的，凭什么让我体谅她？江一鸣见我不给他面子，立马板起脸来：周韵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曼欣她也不是故意的，她也是为了给公司省电，初衷是好的，就是方式方法上有些欠妥。这样吧，曼欣啊，你道个歉就行了。周副总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王曼欣嘴上说着道歉的话，流露出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歉意，反而还有一丝得意。一句道歉就行了，他轻飘飘一句对不起，就让所有人这些天的努力全都白费，这公平吗？那你想怎样啊？江一鸣揉了揉眉心，语气有些不耐：要么他走，要么我走。我定定地看着江一鸣的眼睛，神色认真：周韵，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？曼欣她都已经道歉了，你就别不依不饶的了。江一鸣阴沉着脸，声音含着怒意：哼，让他走，他再不走的话，这个公司就要让他败光了。儿子，你看。江一鸣他妈风风火火地冲进办公室，啪的一下把一沓纸用力地拍在桌子上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？江一鸣疑惑地拿起那些被拍在桌子上的资料，
江一鸣他妈哼了一声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看看就知道了，多亏了曼心细致啊，不然你还被他蒙在鼓里呢。你看看这个女人花了你多少钱？”江一鸣越看脸色越黑。王曼心见缝插针地说：“江总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的钱是辛辛苦苦赚的，不是给你这么挥霍的。周副总，你这么败家，迟早要把公司败光的。”说完，他还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满脸鄙夷。我不明所以，抢过那些资料拿过来一看，差点气笑了。只见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我背过的每一个包，穿过的每一件衣服，甚至戴过的每一副耳环。王曼心甚至还贴心地标记出了对比，一边是我的穿戴清单，另一边是他的，而且在每一样东西的后面贴出了价格对比。周韵，爱马仕包包15万，卡地亚手镯4万，宝格丽项链6万，香奈儿外套10万。王曼心，帆布包9，衣服35，鞋子38，首饰不戴，化妆品不用。我指着这些资料问他，这什么意思？通过对比展示我有多败家，你有多勤俭持家，是吗？想上位？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被我明晃晃地说出来。王曼心眼神有些慌乱，却还强装镇定。周副总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不小心看到过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咱们公司一个季度净利润才100多万，可是你这身行头都不止100万了。似乎是越说越觉得自己有底气，甚至连声音都不自觉提高了。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他的结论：周副总，咱们公司之所以盈利这么低，都是因为被你败光了。我愣了一会，扭头看了看江一鸣，你也是这样想？江一鸣脸色铁青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冰冷。周韵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儿子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这个女朋友要不得，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花你的钱。要是结婚了，我们老江家迟早要被她败光。江一鸣他妈目露凶光，恨不得要吃了我。是的，江一鸣他妈一直不喜欢我，因为我第一次上门没主动洗碗，也没卖力讨好她。江一鸣叹了口气，又恢复了往日的高傲金贵。周韵，这些年你跟着我赚了这么多，也该知足了。你花的那些钱我就不要了，你走吧，儿子。别呀，钱必须让他还回来。江一鸣他妈满脸不赞同。我走可以，江一鸣，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从来没有动过公司账上1分钱，我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，别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还有，咱俩分手了，是我甩的你。我狠狠地把那一沓纸甩在江一鸣脸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经过王曼心身边时，他眼里快速闪过一抹得意，又连忙低下头。看来他也不是什么小白花呀。同事们纷纷挽留我。周总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？同时看向江一鸣的目光都有些愤慨。王曼心这时候站出来，义正言辞地说，这个公司难道是姓周吗？你们一个个的不把江总放在眼里吗？人要知道感恩，感恩公司，感恩江总。如果不是咱们江总，咱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工作？王曼心这一番话显然是说到江一鸣心坎里去了，他的眼神难掩得意。同事们一个个立即噤声，但是还是满脸的义愤填膺。在场的很多人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尤其是小美，正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我冲着大家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不要意气用事。我面无表情地收拾着东西，王曼心抱着双臂紧盯着我。周韵，这些可都是公司的财产，你无权带走。我收拾东西的手一顿，我他妈的是不是太给他们脸了？越想越气，凭什么便宜了他们？我抄起手边的椅子，
直接砸向公司的电脑。王曼欣立马尖叫起来：“你干嘛毁坏公司财产？公司财产，这他妈都是我买的！”我直接翻出发票甩在他脸上，又惹得他一阵尖叫。我冷冷扫过当缩头乌龟的江一鸣，真不明白我当初看上他什么。好在现在看清还不算太晚，不过我倒要看看离开了我的诺信要怎么运转。听说你失业又失恋了。电话那头慵懒的女声传来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姐，你的消息未免也太灵通了吧？搬回家住吧，我去接你。”我姐一副不容置疑的语气，我满口答应。半小时后，我已经坐在我姐的奔驰大 G 副驾上了。我静静地等着我姐嘲笑我，可她只顺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什么也没说。姐，我哽咽了。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，一个渣男而已。我姐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，我愣了愣，终于破涕而笑。这才对嘛，刚才那么温柔的根本不是我姐，我的姐姐，安盛集团的霸道女总裁周瑾，商业界传奇人物，福布斯榜上有名，而我是她唯一的妹妹，亲的。我姐轻轻敲着方向盘，若有所思。也不算没用，你们那个公司我调查过，90%的项目都是你拿下的。那个傻逼男人看不到，不代表我看不到。你做得不错。江一鸣清高，不屑于应酬，一心认为公司能够做起来都是因为他的创意好，他的方案完美。可是如果没有我在背后利用人脉帮他，他以为就凭他的才华，诺信就能做成现在这样吗？实在是太天真了。我和江一鸣是大学同学，南科大计算机专业。江一鸣成绩很好，以专业第一的成绩入学。可能学霸都比较孤傲吧，他不爱说话，很高冷，而且还鄙视所有富二代，认为他们只是有个好爹好妈罢了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江一鸣长得好看，我那时候被他身上独特的气质吸引了，恋爱脑上头。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，故意装穷接近他，借笔记，食堂制造偶遇，图书馆蹲他。江一鸣由一开始的不耐烦，到后来的渐渐习惯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。我陪着他白手起家，一手创办了诺信。算起来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。去掉恋爱滤镜后，我才发现他原来平凡的那么普通。我这5年的青春就当喂了狗了。韵，回来帮我吧，刚好旗下的科技公司缺个 CEO。姐姐的话瞬间把我从回忆里拉出来，立马燃起了我的斗志。行，我姐的效率很高，一脚油门直接把我带到星云科技楼下。我现在怀疑他早有预谋，看着比诺信大出3倍的星云科技，我有些摩拳擦掌。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豪华，坐落在城市的核心地段上，巨大的落地窗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城市最美的景致，几乎每个工位上都坐着忙碌的人。这样的氛围我很喜欢。对于我的空降，大家好像很快接受了，这里面应该有我姐的手笔吧。原来她一直在默默关注我，心里一股暖流涌过，同时又为之前我为了江一鸣忤逆姐姐的事深感愧疚。我姐一直不太看好江一鸣，认为他的清高明明就是装 X。 我姐的眼光果然毒辣。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，我是周瑾的妹妹，我不能给她丢人。有了5年的经验，接手星云之后，我管理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。我每天都很忙，失恋也没有想象中的痛苦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小美时不时地跟我吐槽，韵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个王曼欣真是太奇葩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她要不提，我都快忘了这号人了。韵姐，
你走之后，那个王曼欣天天作妖，他又提议老板给大家降薪，我们当然反对啊。他反而还质问大家，难道上班是为了钱的吗？废话，我上班当然是为了钱啊。他还在那给大家洗脑，说什么上班当然是为了理想，我真服了，我不禁失笑，他这是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，处处替江一鸣省钱呢。小美接着吐槽，韵姐，还有一件事，前几天不是江总让王曼欣订酒店招待客户吗？你猜怎么着？这大姐直接订了个夜市烧烤大排档，客户到了一看，全都懵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客户那一言难尽的眼神，我都想笑。偏偏王曼欣还自觉良好，还说这可是他精挑细选的好地方，让大家赶紧找地方坐下。当时客户看着那大红色的简易塑料凳，脸都绿了。哈哈，江总还给他打圆场，说什么平时吃惯了大鱼大肉，吃路边摊也挺别有一番风味的呢。结束后，王曼欣还得意地邀功，说海鲜酒楼这一顿饭就要好几千，哪有路边摊实惠啊？结果回去之后，客户就跟我们公司解约了。这确实是王曼欣能干出来的事，偏偏江一鸣还觉得他是为了给公司省钱，为公司好。我摇了摇头，他们的格局就注定了结局，一定是走不长远。我安慰了小美几句，顺便问她考不考虑跳槽到星云。星云科技，京市的头部企业，我这种小人物怎么可能进去那么高端的公司啊？听到我是星云新上任的 CEO 时，小美的尖叫声差点刺破我的耳膜。韵姐，你牛逼，这不得狠狠打他们的脸啊！我现在就去辞职。1小时后，小美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，她开始讲述她的光辉事迹。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唐小美狠狠地把工牌甩在王曼欣的脸上，留下一句老娘不伺候了，就摔门走了。我跟你说，动作老帅了。对了，临走我还把他发财树给浇死了。小美一脸邀功，好像个等待奖励的小狗。我朝她竖起了大拇指，干得漂亮，奖励你独立办公室一间，那个离发财树最远的那个。我指了指角落里的办公室。啊，不好吧，韵姐，我想离你近一点嘛。小美嘟着嘴撒娇。行吧，那就把发财树挪远些吧。看着小美皱成一团的脸，我忍不住拍拍她的头。好啦，下面我们该干正事了，把我们之前服务过的客户全都以星云科技的名义重新联系一遍，还按照之前的价格。不过星云的实力可比诺信强多了，我相信他们知道怎么选择。小美正色道：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整个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星云科技背靠安盛集团，背景强大，诺信和星云实力相差实在太大，只要客户不傻，肯定都会选择星云合作。接到江一鸣电话时，我正在签一个千万大单。周韵，你在报复我是吗？电话那头传来男人气急败坏的声音。我薄唇轻启，就凭你也配？然后挂断电话，拉黑，在合同上潇洒签下我的大名。双方微笑握手，合作愉快。办公室里，我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看着今天的财经新闻。诺信科技核心技术骨干集体辞职，投资人纷纷撤资，旗下多款游戏运行出现多重问题，合作商接连解约，诺信面临天价赔偿。我勾了勾唇角，毫不意外，江一鸣自负，独断专行，底下人早就对他不满了。要不是我一直替他从中调和，恐怕底下人早都离职了，根本等不到现在。还有那些投资人一开始就是看着我的面子才投资的，
现在我一离开，当然不会再给江一鸣好脸色。合作商曾经也是我一家一家亲自维护的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。我想了想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：李明，星云科技的研发部经理，有没有兴趣？李明是诺信的老人了，能逼得他离职？看来江一鸣一定是太过分了。李明爽快地答应了，还带来了他的整个团队。听了大家七嘴八舌的吐槽，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集体离职。原来是王曼欣建议江一鸣降薪裁员，说他们尸位素果，做的工作配不上这么高的薪资。他建议一个人做2个人的工作，这样可以节省成本，多余的员工就裁掉。原来的早9晚5双休制度也改成了996。还建议发薪日由原来的每月5号改为次月25号，每一条都在打工人的雷区疯狂蹦迪。奇葩的是，江一鸣竟然同意了，大家忍无可忍，集体离职。偏偏王曼欣还觉得无所谓，去招聘了10几个应届毕业生回来，美其名曰节省成本。诺信的未来简直是可以预见了，那就是没有未来。有了李明的加入，我们的项目进展更加顺利，游戏如期上线3天，下载量荣登榜首。不出半个月，诺信宣告破产了。在公司楼下，我看到了江一鸣，他看上去很憔悴，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，身上的衬衫也是皱巴巴的，浑身写满了颓废。曾经高冷又金贵的模样荡然无存。一见到我，他的眼神瞬间亮了，像条狗一样的扑过来，拉住我的衣袖。韵，我错了，我现在才发现我错的有多离谱。那个王曼欣我已经让他滚了，你别生气了好吗？我爱的人一直是你，我想跟你重新开始。江一鸣的语气难得的温柔，甚至带着几分讨好。我将衣袖用力抽出，嫌弃地拍了拍并不存在的灰尘，冷冷瞥了他一眼。江一鸣，你并没有多爱我，你现在一无所有，后悔了，别打着爱我的幌子来表演你的深情款款了，真让人恶心。没理会他，我快步走向门口停的迈巴赫，谁知江一鸣开始破口大骂：好啊你，周韵，原来你早就傍上大款了。我说你怎么一跃成为星云的总裁了，还开这么好的车，不知道你的金主知不知道你是个二手货。说着他就过来拦住迈巴赫，只见车窗摇下，我姐摘下墨镜，冷冷地瞥他一眼。江一鸣的话似乎卡在了嗓子眼，大款，金主，我周瑾的妹妹被你这么诋毁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保安，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赶走，记住了，以后这个人只要出现在我安盛集团的任何地方，大家只管打，打坏了算我的。周瑾，周韵，你真是安盛总裁的亲妹妹。江一鸣呆呆地望着我，后悔写满了他的脸上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然后和我姐扬长而去。有我姐放话，大公司根本没人敢用江一鸣，他能力不高，又眼高手低，小公司也不愿意去，整日借酒消愁。有一次喝多了，来公司楼下吵着闹着要见我，被保安打得屁滚尿流。至于王曼欣，诺信破产之后，他立马躲得远远的。他又面试了几家公司，结果全都不要他。再后来，听说她回村嫁人了，嫁给了比她大10几岁的男人，给他弟弟换彩礼，生下女儿，又开始怀孕，接着生到儿子为止。不知道他的女儿会不会重复他的命运。他本可以摆脱原生家庭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可惜他选错了路。他以为那是一条捷径，却不知捷径才是最难走的路。每一条投机取巧走过的捷径，往往到后来才发现是绕了弯路。
布满荆棘的路很长，很坎坷，不好走。但是一旦走出去，迎接它的就是万丈光芒。路是自己选的，冷暖自知。星云在我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发展得越来越好。如今我也能独当一面了。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生活，有没有男人无所谓。可是年龄大了，总有些不长眼色的人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教。每当有人劝我结婚时，我总会反问：结婚有什么好处呢？看到对方支支吾吾，也说不出来什么，我不禁好笑地摇了摇头，连自己都想不出结婚有什么好处，还劝别人结婚，安的是什么心？反正是没安好心。谁说人生一定要结婚生子才圆满呢？我攀过高峰，踏过溪流，跨过万里河山，也看过星辰大海，人生好像没什么遗憾的了。智者不入爱河，我会成为富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